如果做一个佛教徒，做一个正信的佛教徒，还要在佛门之间说哪一尊神会让他发财，哪一尊佛会让他变成了不劳而获，这种呢，我认为说呢，他呢，这个佛教他也是白信了。欢迎收听菩提麻瓜，我是小编阿若，我是林世敏林老师。欢迎收听菩提麻瓜我们这集预计要上的时间应该是春节的时候，那我们就先哈利老师在这边祝大家新年快乐，恭喜发财。这个财大家不要以为我很俗气，佛教的财呢，它有叫7种，叫7法财，你查 Google 去查一下就知道了。我举一个例子，慈悲也是一种财，慈悲它无形的财富了。智慧也是一种财，对不对？所以呢，佛教徒所追求的是佛法上的财，真理的财富，而不是那有形有相的那些财。那些人间的财富啊，佛教讲五家共有，五家共有，哪五家呢？水灾，火灾，二王就专制的这个政府二王了，把你没收了，就没收了那么呢，现在不孝的子孙呢，他呢就把你呢挥霍掉了像这种东西呢，那你不是一个人你能够怎么样子可以永远去保有的。可是法财呢，我刚刚讲过了，永远在你的心中，小偷呢强盗呢都偷不掉。刚刚呢讲的4种，少了一个就是强盗盗匪所以呢佛教徒追求的是法财。恭喜大家，你的法财累积越来越多，今年走大运恭贺欣喜今年呢我不会算命，但是我呢知道你收看我们菩提麻瓜今年祝福你万事顺遂命越来越好，家庭呢幸福，你的子孙呢都能够呢考上好的大学，找到好的职业。好，老师讲得非常对说好话，老人也突然间不晓得要怎么样，就是说好话，祝福大家。那我们本次的主题是需要改运或是改名吗？改名改运有效吗？有些人在迷茫或是人生不顺遂的时候，就会想要借助一些神奇的力量，比如说算个命改个运或是看个风水开个运之类的。那其实我本人小时候呢也是因为算命的关系有改过名字对，但是我现在活20几岁，有没有说过得比较好，其实我也不能因此而断定。没错，我们前几集的时候也有聊过，就是关于算命的类似的题目这样子。那我记得佛教是不算命，然后也不信算命这一派的，对吧，老师？好的，今天呢谈这个改运改名呢，因为常常呢会碰到很多朋友、很多学生呢来问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才说呢，或许应该可以做一个专辑，专门来谈一下这个东西。那什么叫命运呢？我并不打算给它下定义了命运呢，简单说起来了，就是说一个人呢一生他所面对的这些人事地物对不对？还有呢他所遭遇到的这些吉凶福祸了。如果就佛家的这种名词来讲呢，就是所谓的称机毁义，那么呢利衰苦乐，就是8种呢境界。那么本来呢这些境界呢没有所谓好坏了，但是呢因为人的感受，主观的感受，就会觉得呢这个很好，这个遭遇很好，那个感受呢非常的不好那么因为这种主观的情绪呢，所以就想说呢能够借助那个神奇的力量神奇的外力希望说别人能够来帮他忙对或者请神明来帮个忙，然后去拜拜之类的。那我们现在呢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先想一想呢，所谓的命运呢，那不就是自己所造作的吗？对不对？你呢
这样做，所以才会有那样的一种遭遇。所以如果这样讲起来的话，你想要借助外来的力量，那么能够来改变你自己所造作，因而所得到的结果，这不是有点不太负责任吗？那么讲起来的话，做那种不好的，那么想要得到好的，完全不努力，完全希望有那丰硕的收获，那这样子有点投机取巧了啊。那底下呢，我再稍微呢，把一般人对命运呢，他的看法呢，大概呢离不开这3个。第一个，他认为说命运呢，它是呢鬼神所操弄的，对，他操弄的。第二种呢，说呢命运呢是一种偶然的排列组合，你刚好你今生好坏呢，那是呢随机的。第三种呢是说呢，命运呢可以操之在己的。那么对于第一种，如果我们把命运呢操之在鬼神，因为鬼神呢，以佛家看起来，他们也是没有觉悟的众生呢，没有觉悟的众生就有喜怒哀乐，那么他们就有他们的喜恶，那么呢，他高兴起来的让你好运，他不高兴起来的话让你遭殃。所以我认为说呢，如果说命运是操之在鬼神的话，我认为不可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情绪不稳啊，他们没有修行。那么以佛家讲，他们那种贪嗔痴的种子呢没有断的话，就离不开自私自利，完全随着自己呢喜欢不喜欢，那么拿人来作为他们的出气筒，这个呢我认为不可靠。第二种认为说呢，命运呢完全是随机的，是偶然的，那这样子的话就很糟糕了。无论你怎么样去努力，因为它是随机的，就被你说你努力，但是不一定成功。你呢存着很坏的心眼儿，结果你反而呢招来了很大的福报，这个谁也不服气嘛，对不对？所以说第二种呢论点说呢，这个命运呢是偶然的，是随机的，这个也不太合理。第三种呢，就是佛教呢所主张的，说命运呢都是操之在己的，你要怎么收获，你就要怎么栽。那么这样的话，就变成说，你努力多少，你就能够得到呢多少的回报。你为善的话，就得善报；你呢，如果作恶的话，你就得那种恶报。这个讲起来很蛮合乎科学的，对不对？那每个人如果能够了解到这个道理，他呢就会心甘情愿的，他就不会去怨天尤人了。所以我认为佛家所说的命运操之在己比较好。那么对每一个人来讲也比较公平。可是如果以一个比如说年轻人，他就是会对人生很多迷茫的时候，多多少少可能会去找一些老师啊，然后想要搞清楚说为什么他就是会这么不顺遂啊。 OK， 这个问题是在这里的。那个帮你这边做法不要讲的那么严重了，这边呢盘算，对不对？那么操弄的这些人，他呢如果自己没有觉悟的话，他只是呢靠一副牌，对不对？或者呢靠某些的工具，他就要把你的命运完全操控起来。也就是说，你就呢平白的，就好像没有预警的，你呢很放心的就由他给你操弄摆布。我想呢这不太好吧，对不对？因为你自己不相信你自己，你要把你的整个的命运呢去交给别人去摆布，这个不太明智了，在我个人看呢。可是现在好像会比较把这些东西当成工具吗？就是他们会把它认为说这是了解自己的一个部分这样。如果说了你认为你自己已经做过很大很大的努力了，结果没有什么成效，你很失望，你呢想去尝试一下，那谁也难不住你。这就好像说一个人生病，譬如说过去癌症是比较难治的，所谓的绝症，所以呢他呢正常的医疗
全部都，比如说开刀了、化疗，什么都做过了，都没有什么成效，最后没有办法了，就是听信的所谓的偏方了。那呢，谁也不忍心说去阻止了。为什么呢？因为什么东西呢，都已经做过了，你总不在那边等死啊，对不对？同样的道理，你已经做过很多的改变，去努力，结果你没有办法呢，让你自己过得更好。你对于明天呢，没有任何的期待跟呢那种的盼望。那么这时候你说啊，我来算个命吧。如果我了哈，如果我的话，我也不忍心呢来阻止你啦。但问题的前提是在说，你真正的尽力了吗？你呢真正的设法去想过说我该怎么做比较妥当了吗？你真正要把你的命运就是交在别人的手中吗？了解。那因为其实网络上有时候都会看到一些名号，有些人的名号会说他比如说可以跟神明沟通啊，或者是，但我想确认一件事，就是法师他是不算命的就佛教的法师是不算命的所以要算命的话，那就不是佛教的部分，那个是可能民间信仰或是其他部分的。没有错。我这边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佛教有一本书呢，所以我们过去也稍微提到《了凡四训》。了凡四训，就是有一个人叫颜了凡。他在明朝的时候，他就是年轻的时候，也就是说呢，让人家算命，就那个算命的先生非常厉害，从他几岁要怎么样，一直到他几岁，会考上呢什么秀才啦举人啊，什么什么样的当什么官都给他算了。他真的就按照那个算命所说的几岁这怎么，所以呢，他反而到了40岁，人家给他算到40岁，他都很准。所以那时候他反而失望。为什么失望呢？他在想，算命的告诉我，原来是算命的告诉他，40岁以后你不会有孩子，你可能41岁就会死翘翘。所以他到30多岁的时候，快40岁的时候，他就悲观了。他认为，那我何必努力呢？我一生的努力，反正也没有指示。在古代呢，无后为大，不孝有三，对不对？那然后呢，我呢也不会做大官，我的寿命又那么短，我也享受不到，所以呢，他就非常的泄气，他就是呢辞官了，然后他就是云游天下，刚好碰到一个和尚，那个和尚呢看他那个唉声叹气，他说你是怎么样？他问明了原委，就是呢他的前因后果以后，才跟他讲，他说呢，凡夫俗子呢就会被人家算得准，可是如果一个呢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的人，他就有可能别人算他算不准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学佛了。他慢慢的学佛呢，那么努力去修行，到最后因为智慧增加了，福报也增加了，所以到了40岁以后，那个算命的就再也算不准了，完全跟那个以前那个算命给他算的呢，完全都不一样。他还活到80多岁，而且还呢有好多的小孩。这是第一个例子，是就人的努力，人的改变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第二个呢，譬如说我来讲，我妈小时候就是呢把我带去算命，她认为我这个酒呢，逢到酒呢一定会呢遭遇到很惨，逢酒必衰。果然9岁的时候就被狗咬了，19岁的时候我就留级了，转学到从高雄中学转学到富华中学去。29岁的时候我气胸，就肺泡破了，感冒一直咳到最后肺泡破了，就去入院，就是到省立高雄医院里面的29岁。39岁的时候呢，家破人亡，我离婚了而且呢流浪天涯职业也没有了，所有的钱都光光了。那39岁，可是呢我43岁的时候呢成立了菩提园，就是改过向善了。以前爱打麻将也都不打了，以前爱喝点酒也不喝了，就是呢比较努力来学佛，创立了园地那么我爱讲话了，把我所了解的一些佛学呢来呢讲给这很多的青年朋友听。所以到我49岁的时候，那些毕业的学生已经不少了，个个拿着小礼物来给我贺
喝彩生日。那么呢，到59、69到前几年的79岁，平安无事，快乐过生日。我今年82岁，我相信如果能够活到89岁的时候，逢九一定会遭殃，这件事绝对不会发生。一定还是有很多的我的老师、我的朋友、我的学生，他们呢还是会来给我唱一个 Happy Birthday to you， 对不对？这就是什么东西呢？第一种是说呢，算命的绝对没有办法算准你，真正的算准你。如果你不肯长进的话，你就会被人家算准了。如果你想改变的话，任何人也没有办法限制你。这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等于奉劝很多的孩子们困扰，还受到说呢，要怎么样怎么样的想去花钱去算命啊，这些的人呢，我是给他一种忠告了、忠告了，就是不要去做这种事情，好好的来听我们菩提麻瓜，好好的学佛。佛法里面绝对有办法来改变你这一生的所谓的霉运。好，老师，那你在就是你之前讲过那个逢九必衰那些挫折迷茫的时候，都没有想过说去算一下命哦？我一生的时候对这算命的，有的算命的人他很有学问的，他的易经什么东西真的是非常熟透的。对对对。但是我常常认为说呢，这些易经这些东西本来是呢，中国古人对于天地对于宇宙之间那种奥秘的探讨了，它是一些它可以说是哲学啦。你把它拿来作为谋生的工具，拿来要来作为吃饭的工具的，也未尝不可。如果你真正在学校里面开班授徒，那还好。你在那边呢摆个摊，那边呢常常会言过其实的。为什么？因为要让你来改啊，所以我一定要把你呢讲的比较严重一点点啊，对不对？那如果我是算命的，我讲一句，我心很坏。如果我真正的去帮人家算命呢，我一定会呢给你呢算得差一点点，你才会来继续让我改啊。如果你命很好，你还会来找我吗？当然就不会了，对不对？那我来帮你改运的时候，我一定要慢慢的改，一年只改一点点。我今年就把你改了，你就中乐透了，你明年就不会来找我了嘛，对不对？这是我开玩笑讲的话。我这辈子从不相信呢那些呢算命人的话，我自己也不会去算命。但是对于想去算命的人，我不反对。对于那些算命者，那些算命的那个人，我呢也没有瞧不起他们，对不对？那我只是说，如果我去帮人家算命的话，我可能会存着坏心眼儿。还好我并没有去帮人家算命这样子。老师不是不相信这个技术，是不相信有些人我是认为可能他们有技术高超，对，真正可以改变你的命运。但是我认为把命运交在自己的手中比较稳妥，比较呢有保障。我学佛以后，我认为如果我深研佛法，我来运用佛法，我绝对有办法来创造，来改变我今生的命运。因为要怎么样收获，就应该要怎么样栽。了解。我刚好想到呢，《西游记》里面的孙猴子，那么呢，他呢就是呢很讨厌的，因为他的命运被那个如来佛呢把他控制住了那么呢，他这上面还有一个哭哭，对不对？那么呢，那不听话的话呢，那么呢，这个观音菩萨就要念咒，就要惩罚他所以呢，你想看孙猴子，如果他跟如来佛打起来的话，他打不过。他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他跟那个观世音打架也打不过，对不对？再说呢，如来佛跟观世音呢，他是要来帮助这个孙猴子的，因为他野性不改。如果他也放任他的话，他会那个恶事越做越多了，造孽越来越多，越来不就越命苦，命越来越不好吗？对不对？
所以呢，在这个如来佛的安排、观音菩萨的协助之下，孙悟空帮助呢，这个唐三藏呢去取经。取经功成以后，我们以前也提过好多次了。如来佛说：“你有什么希望有什么样的报偿？”他说：“我什么都不要，我希望呢把这个东西拿掉。”如来佛才笑着说：“你摸摸看好了。”他去摸呢，真的没了。从这我们晓得了，命运这个哭哭呢，就是命运。这个命运随着你的功德行善，自然它就改变了，它自然霉运就消失了。它不是去改运来的，是透过悟空历经了81个灾难，对不对？辛苦的陪着唐三藏，那么到西天去取经，他透过自己的努力来扭转自己的命运的。我希望这个故事也可以带给我们这个视频的很多有缘的这些呢师长朋友们做一个好的参考。那我们来讲到改名好了。那就像之前说过的一样，就是我之前也改过名字，反正就是国中还那段时间还是怎样的吧，就是真的有改过名。那个时候好像也是算命师说因为属什么生肖，所以名字要带什么有草还是有口的会比较好，这样，所以我才改名字。但实际上因为我后来有认识其他的人也是有改过名字的，然后也是跟我差不多的理由，然后我们都觉得说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是有没有变好我也不知道，说不定如果我们可能没改名字之前可能会变得过得更差也说不定。你讲的这个改名字，对，我就先讲一个故事了。我太太玉茹，她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姐姐妹妹都改过名字，而且不止改一次。改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改到我岳母呢到她大姐的公司去找，她说我要找呢谢玉什么什么什么谢小姐，她说要找谢小姐，她说谢玉什么我们没有这个小姐啊。她后来想到说她改名字了，那人家问她说她改什么名字，她说我也不知道，她现在改到哪里去了，她不知道了。就是说呢，姐姐跟妹妹经过2次的改名字，改到连妈妈呢都不知道她自己的女儿叫什么名字了。我个人是认为说名字呢只是一种符号了。比如符号了，就是说呢妈妈呢在生下你的时候，她就费了好大的苦心哦。比如说我孩子出生的时候，我就呢翻遍了很多的字典，希望呢他那个音要呢这个读起来好。我们这个所谓的台湾人、闽南人呢，你不要去卷舌，有一种诗，对不对？那这样读起来呢多累啊！像我这边讲说我是林世敏，那个世我这读着很别扭。台湾人不太会卷舌。对对，就是这样子。所以我的意思是讲，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是爸爸妈妈绞尽脑汁、用尽了心思去帮你取的名字，结果呢，你竟然嫌说爸爸妈妈呢，你们给我取的名字太俗气、太难念了，怎么样？妈妈、爸爸其实他嘴里不说话，他一定会很难过，也很伤心，因为呢，他们的苦心你一笔就把它抹煞了。这点呢，我个人认为说呢，可能不太好，也不一定呢。但有些人的名字应该也都是算命来的。其实我怎么觉得大家的名字有些都是算命来的？是，对，那就是所谓的改名改来的啦。我常常这样想呢。我这辈子呢，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写文章，而且还写得不错。所以我想呢，我那时候为什么没有想到来替我这些学生、替我这些朋友们改名呢？我这学生现在都呢已经当阿嬷了，对不对？他现在还有孙子，还有就是经过他们的孩子，譬如假设我有1000个学生，他们呢就有2000个，加起来有2000个小孩，再加他们的孙子，那更多了哦。我来做这一门的生意一定呢不难赚，因为呢，我认为我可以取那种非常高雅的名字。可惜我不相信呢，改名可以给一个人带来了好的命运。因为还是归到前面我们讲的佛教讲因果。所谓讲因果，就是说呢，你一切的收获都要透过你自己的努力才能够得到。
天底下绝对没有呢从天上掉下来的礼物，那么天下也没有那种白吃的午餐。了解了这里，与其想要投机取巧去那边改运，就想自己呢能够转运，就能够呢从此以后风平浪静，从此以后呢就怎么样走上人生的辉煌，然后是呢康庄大道，没有这回事。所以呢还是要回来，要勤修戒定慧，从佛法里面去找，因为佛教里面就教你怎么样来改运，刚刚讲的，而且呢怎么样来扭转命运的一种宗教了。那么呢你今天与其要去改运，去那边改名字，倒不如呢要探本溯源，你要回归到根本的地方，那就是说好好的脚踏实地，好好的去努力。大家一起来参禅，大家一起来参禅，禅的天地包容太虚。大家一起来参禅，大家一起来参禅，禅的天地含藏万有。这里我要举个例子了，我自己的小孩啊，因为他们移民到美国去的关系，他们都有英文名字。对，那么那儿子呢叫 George， 他阿嬷就是我妈啦，他不懂英文，他说哈，好好一个小孩叫做姜吉，姜吉就是那个癞蛤蟆了。对 George 一共姜吉了，癞蛤蟆台湾话叫姜吉了。他讲说，哎呦，他就跟我讲，他说你应该帮孩子去改名啦，那就不好了。我那女儿呢叫什么呢？英文名字叫 Alice 啊，就我妈一听啥爱丽丝哦。Alice， 他说这个名字好好的，诅咒人家去死，这个不好。他说希望我去给他改，当然了，我没有这个权利的，所以他们两个呢也都没有改。他没有改的话，有没有说呢很倒霉呢？也没有啊。那么儿子呢也混得不错，他也是这个等于工程师，也搞得不错。女儿呢还要念到博士，对不对？他呢也混得很好。我们现在在录影的这个地方啊，还是他买给我呢。来这边养老的，这边录影的呢，对不对？所以名字并不会让一个人倒霉，对不对？你要的就是你要认真努力，你要呢精进，你要去奋斗，而不是呢一天到晚呢在那边想要改名字，就会变成好运。再说了，我们释迦佛天天叫做释迦牟尼佛，会不会变成释迦水果？不会了，那个释迦就是他的名字，对不对？你怎么叫他也不会变成水果的。我跟你讲，一个长得比较丑的人呢，比如说我林世明呢长得很丑，我啦，那我现在把它改成林俊男，那我就英俊了吗？不会了，是不是？那个不要丑，叫无言呢，盐巴的盐呢，无言，你把它改成呢叫做西施，他还是一样很丑，大家看了还是呢昏倒的。所以呢，事实不会因为你改名字改变。是一个人呢，他的吉凶福祸不会因为你改名字就改变呀。你要自己去努力，才能够去改变你自己的命运。了解。有些老人家他们跟他讲这些道理，其实他们是有点听不太进去的，他们都会说哦，以前古早人就是这样说的啦。对，这有道理。我也面对我妈、我阿嬷，还有我曾祖母他们那一代，比较就是思想也比较封闭，稍微迷信一点点呢。可是你想想看，我们台湾现在啊，每一个人大概几乎都念高中。对，名字有大学的升学率99%，在前一阵子，对不对？所以这样的高教育，这样的一个比例之下，应该每一个人呢都可以说真正名副其实的现代人了。现代人的可贵就是呢，懂得用脑筋去思考，而且要有独立的思考，不要被人家牵着鼻子走。我认为说呢，如果想要真的有成就，要稍微出席一下的话，就不要呢这边搞东搞西的，应该就要呢走向那个正途，就是好好的努力，好好的去充实自己，这个会比较重要一点。那有些人他们并不是要，有些人可能是要求财啦。
有些人他们其实也并不是真的那么信鬼神，或是真的那么信这些说法，可是想说哦，这是可以开运啊，然后可以比如说为他的业绩带来帮助，所以他们就会去想说求个财改个运之类的。如果是道教啦，或是别的宗教，这些鬼神的宗教，他们来说呢，拜他们的神，对不对？可以发财，可以怎么样？这个我没有话讲。是，如果做一个佛教徒，做一个正信的佛教徒，还要在佛门之间说哪一尊神会让他发财，哪一尊佛会让他变成了不劳而获。这种呢，我认为说呢，他呢，这个佛教他也是白信了，真的，我很反对，拿佛教来操作就是跟世俗民间世俗的这种发财啦，这种呢思想就混在一起。学佛就是为了断烦恼，学佛就是要讲的比较严肃一点。就是要断轮回，不要再有生死的恐惧。佛教的经典就是针对这些众生的困惑去对症下药的。你今天呢，好的不学，专门去学那些有的没的，我认为太辜负了释迦牟尼的苦心了。真的。而且金钱不能够解决我们一切的烦恼。你花了一辈子的心思精力去追求财富，比如说我吧，钱太多，再多来讲，我现在突然间发现对我没有什么用。我住在这里，这算是豪宅耶，可是我就认为，比如像我屏东乡下那个草屋、茅草屋，我在那边我可以呢散步，我每天这边浇水，我们前几集不是有讲到了吗？我这边呢快活的要命，所以呢我不必要去改名字或者去改运。同样的道理，我呢现在我也不求财，为什么呢？现在住旅社超过呢1500的我就不想住，我要住那个1000块的。我明天就要北上了嘛，我明天北上呢又要去过年前去环岛1周，我住学生的家啦，住在我师父那边啦，对不对？住我学生他们所经营的民宿，1000块，我的钱是讲一句比较夸，我可以住5000块的，我不是住不起，但是我认为说我不要说是住那么好，对不对？住那么好，我晚上睡不着，为什么？因为我发现每一分每一秒我在睡眠中都在浪费我的钱，那我不就一夜要失眠了？这题外话了。我的意思是讲说呢，人生在世，好命由人来判断的，不是长寿就是好命，也不是说拥有很多的金银财宝就是好命，对不对？你不会觉得这样吗？如果你呢心怀慈悲，对不对？对于这整个世界，你看起来都很顺眼，鸟的叫声你听起来都非常的悦耳，看到每一个人就像观音菩萨一样，慈眼视众生。你用那个慈悲眼睛来看这个天地万物，你觉得天地万物皆有情，万物都有情，就会变成你不会很孤独，你可以跟他们互动，你可以跟他们来往，你可以为他们说法，他们也可以帮助你修行。所以我认为说呢，如果说呢信了佛教，还要去改名改运，不由正途，不遵照的佛的指示，就是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人要为自己的命运去创造。这是释迦佛来到世间的那句话，忘了吗？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人活在世界上最尊贵，人活在世界上充满了希望，人活在世界上吉凶福祸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我其实没有到很相信算命啦，但是如果他能，比如说能算出明年你可能会有什么，比如说什么坎，或是你有什么东西要注意的话，那感觉好像算了会有一种开外挂的感觉啊，就是会有一种人家提前告诉你会发生什么事，然后你可以避免这种心态，所以就觉得说好像去算一下也无妨啊。我知道，
你刚刚讲这个东西，它的前提是说，算的人要算得准，对对对，这也是而不是来恐吓你。哦，可是事实往前不是这样子，你本来过得好好的，你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好觉，今天晚上你可以吃一顿好的饭，可是你因为听了人家讲说，你明天可能会怎么样啊，后天可能会怎么样，你3年后可能会被汽车给人撞伤了，因为你呢本来好好的，你听了他呢胡说八道，结果呢，你今天晚上就不好过了，你可能这几天就不好过，你可能这3年里面你都不好过，跟前面我们讲那个了凡一样，他被人家算的都很准，那不是很好吗？很准。可是说呢，40岁以后他可能就要死了，而且他这辈子没有指示，他突然间发现我自己的努力，那我这一生干嘛要奋斗呢？对啊，可是变成这样的。可是如果是比如说像我个朋友之前就被人算过说他不能给姓什么什么的载车可能会被撞，所以他可能要注意一下。对这种个案呢，我也不想去反驳他，我只这样讲一句话：那些算命的人，他往往算不出他待会儿出去的话会遭遇到怎么样的不好的事情，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去玩股票，他都自己不知道。他呢，就我在开玩笑说，你介绍人家去买股票，对不对？结果他往往自己呢不知道他买的那个股票明天会遭殃，他不晓得要赶快把它卖掉。这是我从来没有买过股票，我是听我那几个朋友他们在讲的。他说呢，他听了某某人的介绍说呢，买哪一只股票一定会赚，一定会赚。结果有人就反驳他说，如果他那么好赚的话，他自己不会去借钱来买吗？如果一定赚的话，他何必要介绍给你呢？所以呢，变成说，那算命的人可能他有他的数学上的概率了哦，他可能有很多的数据，对不对？他可以去做参考，可是这里面绝对不是100%的。那么这样讲起来的话，你与其完全相信这些算命的去改名字也好，改运也好，那倒不如你听佛的话，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命不好，对不对？我以前讲过了，命为什么不好？因为你过去造作了这些东西，所以你今天才有这个成果。可是你不知道你过去到底做了哪些，为什么？因为你过去有很多的过去式啊，你过去有那么多，你今天要改运，你要改哪一世的运？你要改哪一件事？你可能有1000万件啊，你今天改1、2件没有用啊，知道我的意思吗？你要改运，你没有办法每一件都改，而且你也不知道你过去到底造作了些什么呢？所以我用了4个字，常常提到的，记住，概括承受。我过去做些什么我不管，但是我今天所碰到的，我呢勇敢的承担，我勇敢的面对，但是我明天我希望它更好，那要怎么办？按照佛法所提示的，按照释迦佛所教导的，我好好的努力，好好的修行，我好好的过日子。我做一个佛教徒，我认为这样最妥当，我认为这样子最合理，最合情。 OK， 好，改运改名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OK， 在这里呢真的是不得不再澄清，就是说呢，我对这些改运的或是呢改名字的，他们也算是专业人士，我对他们没有任何的瞧不起，我只是说我站在一个佛教徒，那还有我们这些看视频的人可能都有心学佛了那么我是说佛教的基本的主张是呢自己做主人，命运不该呢连鬼神我们都不呢交付在他们的身上呢，何况是人，对不对？我只是就这一点就事来论事的那如果你真的是呢没有办法了，你要去改名改运，我呢也管不着，对不对？那我也不会说呢认为说你太蠢，我也不会讲这种话只是说大家呢应该要慢慢了解佛家，就是说呢有耕耘才有收获，大家就慢慢的从这句话里面去去体悟吧。有些老人家他们子女的话是听不进去的，有时候他们也需要一些比如说
朋友或是他的老师讲了，他才会比较能吸收这样子。是，我觉得如果算命的人能带给他们一些正面的引导也是不错的事情。对，那这个就讲错了。佛教是要自己做主人，可是你对自己没有信心的时候，你就常常希望说能够借助外力。譬如说在佛教里面念阿弥陀佛，希望阿弥陀佛渡他到西方去的。过去很多的祖师也下了很重的这样的一个评语，说他们比较没有那样的信心，缺乏，比较没有那样的意志力，因为佛教是讲求自力救济的。那么呢，佛只是老师来教我们了。可是有的人像阿公阿婆以前，他没有什么知识学问，所以呢，佛教就开了这样的一个法门，就你念阿弥陀佛，你到阿弥陀佛这边来修行，然后呢，由阿弥陀佛、观音菩萨，还有很多的这些诸上善人来指导你，就是来给你恶补了，给你呢开个家教班来度化你。若你自己认为对自己太没有信心、太没有把握了，对不对？我也劝你从佛典里面去找方法，真的都找不到了，再说吧。有些人他们在工作或是学业的上，他们有迷茫的时候，也是会到处去拜拜啊，或是去找老师算啊。可是有时候他们感觉也是在探索自己的人生啦。OK， 我们不能否定他们啦。我的意思是探索人生的方向方法有很多种。那么你刚刚所讲的那个，就是说从正规的管道里面找不到标准答案的时候，那么可能不妨一试吧，我只能这样讲了。可是我再说一句，我是反对的，而我自己也不会那样做的。那我们这集改运改名就录到这里，希望大家今年新年新希望，不用改运，你的运气就越来越好。你不用改名字，对不对？你就越来越走上人生的康庄大道。祝福大家。那感谢林老师，谢谢。那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好，后会有期。拜拜。再见。儿时